乐宇，这2天的事有些蹊跷。你我刚从书院出来，便遇到了殷从，然后隐藏了这么久的书院就被查封了。你感觉是谁所为？还有在拒马河营地时，你我被杀手围困，殷从耶烈恰巧赶来，可事后朕得知，那个地方根本无法耶烈。陛下是怀疑殷从跟踪我们查抄了书院，拒马河是故意救我们。具体如何，朕不得而知，但这一切像是被安排好的。陛下所言种种，的确有颇多疑点，但我相信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殷从他心中有数。希望你说的是对的。苏宪妃，你煽动学子，击鼓闹事，按律要先受杖责之刑。王大人，朝廷律例，击鼓鸣冤要先问冤，哪怕是个罪犯，也要先问冤，再问罪。王大人，贤妃说的在理，若是先用刑再查案，又有何人再敢击鼓鸣冤呢？对呀，大人说的对，是何罪之有？苏宪妃，你有何冤屈？本宫敲击登文鼓，是要为天下学子伸冤。我要状告朝廷。状告朝廷？此话可不能乱说。科举舞弊，学子鸣冤，朝廷高高举起，可如今却轻轻放下，是何故？朝廷行事，苟不自正，何以正天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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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肃静！可我这里却有你参与舞弊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什么证据？将证人宋娘子带上来。诸位大人，小人是苏贤妃贤明殿宫中婢女。小人在苏贤妃宫中找到了苏家参与舞弊的证据，而苏贤妃便是这舞弊一案的幕后主使。什么主使啊？那陆月英便是与他勾结。血口喷人！娘娘，小人这里可是有证据的。呈上来。签字文就是你所谓的证据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大人，定是弄错了。大人，宋娘子，这签字文又能说明什么？是银票，不是签字文，我看得千真万确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。大人，来人，把这毒妇拖下去，大刑伺候。是。大人，我真的看到了。大人，我没有冤枉他。大人，大人。王大人，还请你为民做主。苏宪妃，此事是否诬陷？本官自会查清缘由。你以戴罪之身敲击登文鼓，按律杖责20。使不得，大人，使不得，不可以啊！使不得，王大人。
不可以啊，王大人！是啊，王大人，使不得呀！好啊，我这脊梁有这天下学子为我撑腰，别说杖责20，便是200，我也绝不会怕。为贤妃娘娘撑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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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学子，今日贤妃愿为天下读书人受刑，我大理寺愿为天下学子重审科考舞弊一案。大人应命！应命啊！大人！既然贤妃情愿杖刑，那就怪不得本官无情了。来人！使不得！本宫恳请朝廷，望彻查科考舞弊一案，严惩罪魁祸首，还我清朗世间。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请吧。还我清朗世间！还我清朗世间！她是当朝皇妃，你胆敢动手？国法无情，再者也是苏贤妃自己主动情愿受刑，你我身为朝廷命官，怎能无视国法刑罚？若殷正卿执意为苏贤妃开脱，那还请陛下为他下恩旨，如何？继续行刑，不得有误。大人，别打了！大人，是啊，大人，别打了！再打了！忍着点，幸好没伤到骨头。这是特制的药膏，能够助你伤口愈合，也可为你减轻一些痛苦。多谢陛下。你这次太冒险了，弄不好会没命的。幸好冯清在，行刑时手下留情了。臣妾命大着呢，陛下放心。要是真的会丧命的话，玄机阁那夜恐就已经没命了。但臣妾不但没有死，还成为了陛下的贤妃，其中缘由，亦或不可明说吧。你我皆身在朝堂，幸有你相伴，朝夕相处，让朕不再孤单。虽你身在朝局，却还是以前的苏乐玉，心怀正义，无所畏惧。但朕自登基以来，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，有时候都有点记不清曾经的自己了。陛下，心不困于方寸，所望之处，皆是天高海阔。乐玉，
信朕吗？我信。我不仅信陛下能够还我清白，我还信陛下能够铲除朝堂奸佞，扫除这世间的不公。他们以为自己能只手遮天，掩盖真相，扰乱朝堂。朕定要将他们连根拔起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。匣子中的千字文是怎么回事？是杨云发现宋娘子想栽赃后，偷偷放进去的。娘娘，陛下已跟臣交代过，说您想再来国子监调查，臣已安排妥当。但娘娘的身体无妨。娘娘，这房间还维持着原来的样子，丝毫未变。冯大人辛苦。我要见贤妃娘娘，我有要事禀报。何人喧哗？报，冯大人，外面有个举子，吵着要见贤妃娘娘，说什么也不走。是何人？新科状元刘文崇。在下惭愧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快快起来！科考舞弊一案，多谢娘娘能为天下学子敲击登文鼓。刘某虽为状元魁首，然在下却为保功名，不敢挺身而出，愧对状元之名。娘娘大义，刘某羞愧至极。你快起来吧。之前以为你是反对女子参加科考，所以才对陆月英多有讥讽，对你也颇有偏见，实在抱歉。陆月英被杀当晚，在下本来想约她和解，没成想碰到了狐妖。你也相信会是狐妖杀人吗？怎么可能？哪有狐妖会受伤流血的呀？我觉得应该是凶手扮成了狐妖的样子。那你可记得，凶手伤到哪里了？好像是右手。右手。冯大人，娘娘，狐妖的尾巴露出来了。走。慢点，娘娘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不可能！你什么人？你是人是鬼？你觉得我是人还是鬼？鬼啊！鬼啊！是人是鬼？是人是鬼？王大人！王大人！王大人救我！王大人！王大人！救我！孟公子，你口中的那个王大人，便是那个让你扮妖杀人、污蔑忠良的幕后主使吧？苏家的大小姐，我的苦楚，你们根本不懂。你与陆月英同窗多年，你怎能对她下如此毒手？陆娘子在我辈学子中才华最为出众，是学子中最受瞩目的那人，而我不管怎么努力，却都赶不上她。这次科考已结束，你我终于可以好好痛饮一番了。你我没有世家举荐，即使中举了，也无法为官。在下劝你一句。你又来这套！我说过，我陆月英只凭真才实学，绝不攀附世家。陆娘子恃才欧我，她看不上那些世家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乃是前宰相陆九章之女，如此惺惺作态，她又怎会懂我等寒门之苦？所以你便投靠了王家，条件便是要你陷害陆月英科考舞弊。这是我唯一一次能获得举荐的机会。事成之后，6步之内必有你的一席之地。我也不想陷害陆娘子，
我劝说他跟我一起投靠王家。孟兄此番若还为此事，便不要再说了。我还有事，你自便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我便开始按照网站的话，寻找一份寿宴名单。可我找遍了屋子也没有找到，却在房间里发现了密道。我猜想这密道必定与陆月英有关。我钻出密道，穿过竹林，果然发现陆月英在城外的房子。我想名单肯定在这里，但我找寻多时无果，竟发现屋外有很多扮作狐妖的人。为了防止被发现，我便穿上陆月英的那套。等我回到国子监，突然想起网站要我放的字条，我就在书架上找寻要放的位置。你怎么还没走？你去过书院？这什么？孟之行，我原以为你我虽志向不同，但至少品行节操尚在。你为了投靠世家，竟不惜栽赃陷害于我。我只是在为我自己奔前程，像你这种官家之女，又怎会懂我的难处？所以就可以不择手段吗？那又怎样？这世上本就弱肉强食，只有强者才能生存。强者？投靠世家，靠陷害他人得来的地位就是强者了。你真让人感到恶心。你住口！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终归是个小人。跟我去官府，走。走。刚好那天，你穿的是狐妖的衣服，于是你便假扮狐妖，开始散布传说。所以你便将屋内放满了动物毛发，又模仿了动物抓痕，将你的杀人嫌疑嫁祸给了那虚无缥缈的狐妖。狐妖，真是狐妖！我说的没错吧？对，都对，都怪陆月英，是她瞧不起我。那我能怎么办？她有能力当上官，谁管我？在这个石头上，没有世家做倚仗，寒门学子谁？又能站在朝堂之上？嗯？杀人者，难道就只有我孟之行吗？在那朝堂之上，高高在上的官员，掌握举荐名额的世家门阀，难道就不是杀人者吗？嗯？寒门学子报国无门，是朝廷失职，但这绝不是你杀人的借口。孟之行，我辈读书人，当生而自强，无官出身。你难道没有发现吗？你在外人面前，从来都是自称小人，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。小人孟之行，小人乃是陆娘子同窗，小人告退。而那时你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，这才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你从来都没有看得起你自己，也从未相信过你自己。惶惶10年，大梦一场啊！来人，带走。是。啊！学子孟之行，杀人栽赃，
对其罪行供认不讳，经三法司审结，秋后问斩。刑部尚书王湛指使诬陷，结党营私，证据确凿，奏请陛下定夺。但是，陛下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呀，陛下，陛下！王湛，你公然违抗国法，剥夺其刑部尚书一职，押至大理寺，严加审讯。大理寺，陛下，臣是冤枉的呀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绝没有指使他，陛下，太师救我，陛下，你听我说，臣绝对没有指使他，陛下。娘娘，陛下已经在寝宫等您了，特命老奴恭迎娘娘回宫。多谢徐公公。徐公公乃内廷总管，侍奉过先皇和陛下，能来接乐于回宫，乐于荣幸之至。都是先皇和陛下看得起老奴。徐公公，玄机阁内夜，公公也在吧？从昌定桥到这探花一案，陛下一直在暗中助我。他看似与世家站在一起，实则恰恰相反。他承先帝遗志，正在逐步削弱世家的势力。娘娘这话老奴听不懂。那我便再说得明了些。玄机阁内夜，晋王府的府兵并没有杀害禁军，剿灭的是隶属秦家势力假扮禁军的昭行司叛军，对吗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若玄机阁内真是护卫先帝的禁军，那么晋王就是谋反；但如果是属于秦家势力的昭行司兵马先围住了玄机阁，那么带兵入宫的晋王看似谋反血洗玄机阁，实则恰恰相反，晋王乃是秦王救驾。徐公公，我说的对吗？陛下常说以身正道，娘娘与陛下少时曾一同受先帝教诲，该比老奴更懂这个理。常衍哥哥，驱除晦气，浴火重生。阿婉他们呢？才出狱，莫要回头，忌讳。陛下什么时候比臣妾还要讲究这些了？到了。柚子叶洗手，驱邪避讳，好运将至。陛下还有什么别的讲究吗？
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。披红挂彩，如意吉祥。红绳相系，皆同行。阿宇，这些日子你受委屈了。陛下忍辱负重，背负骂名，才是真委屈。一时爱日，一日爱月，一月爱年。常言哥哥，这么多个日日夜夜，你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常言哥哥，这1年多受苦了。受苦了。
最后眼里容